最关键的一步，加点手头显然做错了。学会后双花镜，倒不黏糊，孩子抢着吃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杨。同样的面条，为啥有人煮的双花镜倒根根分明，有人却煮成坨状？口感软烂没嚼劲，其实关键藏在下锅步骤里。多数人直接开水煮面的做法大错特错。今天分享面馆不外传的煮面诀窍，做法简单还实用，让你轻松煮出馆子鸡美味鲜鸡锅。倒入足量清水，开大火猛烧至剧烈沸腾，水面翻滚着细密气泡是即可。趁着烧水的间隙，取一只干净碗，打入一枚新鲜鸡蛋，无需搅拌，让蛋液保持完整形态，这样能让荷包蛋成型更圆润。待锅中水彻底沸腾后，立刻关火。此时水面处于似沸非沸的状态，正是煮成新蛋的黄金时机。沿着锅边缓缓倾斜完身，让蛋液自然滑入水中，全程不再开火。迅速盖上锅盖，用煮2分钟，就能得到蛋白嫩滑、蛋黄微流心的完美荷包蛋。趁着扩蛋的间隙，刚好能备好这碗灵魂汤底。只需简单几步，鲜香味就超浓郁。抓一把新鲜香菜，洗净后切成细碎末，翠绿的色泽搭配独特的鲜香，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。切好后先装入碗中，想让汤底鲜味儿再上一个台阶。关键就靠这把虾皮，装一小把优质虾皮，它自带天然鲜鲜，不需复杂处理。直接加入装有香菜碎的碗中，取一小块紫菜，顺着其自然纹理撕成指甲盖大小的碎片，这样不仅能让紫菜在汤底中快速释放鲜味儿，入口时也更方便咀嚼。紫菜自带大海的清润鲜甜，还富含绅士结尾与多种微量元素，营养又爽口。待它细胞浓郁的面汤后，软嫩的口感与海味鲜香完美融合，搭配筋道的面条，一口吃下鲜纯中带着清甜，好吃又健康。这可是汤底提香的关键一步，要入一句纯正花生油，用花生油调制汤底，自带天然浓郁的坚果香，香气清新不厚重，比猪油更鲜清爽勾人。接下来按个人口味调味，让汤底鲜味更有层次。加一句生抽提鲜，一句香醋增香解腻，再根据喜好撒入适量食盐，最后淋上一角球油点睛，鲜味瞬间翻倍。无需复杂调料，简单几样搭配，这碗鲜香鲜醇酸香适口的万能汤底就搞定了。不管配什么面条都超搭，先放一旁备用煮2分钟的荷包蛋，依然完美定型，蛋白嫩滑紧实不松散，金黄的蛋黄裹在中间，微微透着人性质感，鲜灵诱人，这自带天然鲜味儿的荷包蛋，此刻正是最佳状态。轻轻伸出装盘备用，准备好你爱的面条吧，不管是鲜面条、挂面还是手卷面，都别再直接沸水下锅啦。很多人都踩过这个坑，沸水会让面条表面快速糊化，不仅容易黏连成结，还可能颠锅底，影响口感和颜值。跟着正确方法煮，才够筋道。
点起一口苦烧水煮面，这不藏着让面条筋道不粘的核心秘诀。首先要记住，冷水下锅时就加入一曲食盐，盐在水中分解成粒子后，能快速与面条中的淀粉、蛋白质结合，既能让煮面的汤始终清澈不浑浊，还能让面条变得紧实有嚼劲，避免煮后软塌塌没口感。待锅底冒出密集小泡，熬水处于似沸非沸的状态时，再下入面条，此时的水温刚好，能让面条表面慢慢定型，既不会粘在锅底，面条之间也不会粘连成结，受热还特别均匀，完全不用担心夹生。面条下锅后，用筷子轻轻夹弯几下，让每个面条都散开，充分接触水温。老话说3根的饺子2根的面，但很多人煮面时全程大火沸煮，既不点水也不调火，这样很容易让面条里的淀粉彻底糊化，吃着软乎乎没嚼劲。正确做法是，每当锅里的水沸腾起来，就往锅中加半碗凉水，让水温快速下降。面条遇冷会收缩，依照热胀冷缩的原理，口感会越来越紧实筋道。等水第2次沸腾后，再浇1次凉水，2次点水就足够了。水煮开后，先挖出适量煮面条的面汤，缓缓倒入提前备好配料的碗中，滚烫的面汤瞬间激活香菜、小皮紫菜的鲜香与调料的鲜咸相互交融，浓郁的香味瞬间迸发出来，扑鼻而来，光闻着就让人忍不住咽口水。汤底的鲜味儿直接拉满，煮到面条8、9分熟时就要赶紧捞出来，此时面条还保留着一丝韧性，放入汤底中，借助汤汁的余温就能刚好熟透，既能避免煮过头变得软烂，又能让面条充分吸收汤底的鲜味儿，口感达到最佳状态。再摆上提前煮好的圆形荷包蛋，喜欢清爽口感的话，可加入烫熟的青菜或2片酸甜西红柿，丰富口感与营养。1碗汤鲜醇厚，面滑筋道，料足味美的家常面条就此成型。一口面一口蛋，搭配鲜香汤底，暖心又暖胃。这碗家常面条没有复杂工序，没有名贵食材，却藏着最富人心的烟火气。筋道的面条裹着鲜醇汤底，烈性荷包蛋的嫩滑与虾皮，紫菜的海味碰撞，一口下去，鲜香味在舌尖蔓延，暖心又暖胃。其实美味从不需要刻意雕琢，简单的食材，使用的技巧就能做出让人念念不忘的味道。不管是早餐、午餐还是晚餐，这样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，总能治愈疲惫，填满幸福感。好啦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
你们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，愿快乐常伴，小样会更新更多美食和生活妙招，下期不见不散。